我觉得宏宇跟任迪之间应该没发生什么，你别太往心里去。其实出了这个事儿，宏宇也挺自责的。尸检报告看过了？看过了。这个于松堂一共中了3枪，第1枪在左膝，打碎了半月板和膝盖骨；第2枪和第3枪都是自后脑射入，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防卫性的伤口。现场勘验看了吗？没有，我只看过验尸报告。第1枪是从斜上方打入的，第2枪是倒地以后补射的。被处决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又一名被处决。你不觉得很眼熟吗？你是说和王志格的作案手法很像？不管是王志国还是安藤，这伙人做事手法还是挺职业的。我们假设是安藤杀的人，那他为什么要从长风救走一名罪犯，又在西城杀了一名罪犯？这个于松堂在活着的时候到底干了什么？警察同志，我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行不行？我真的求求你了，真的不行。我就进去看一眼。哎，就跟我来吧。看这面墙上这遗留的这些个线啊，电线。哎，过来。已经叮嘱过了，绑匪来电话的时候，他会控制住情绪。汪老师，这已经是物质鉴定中心能处理的极限了，但是还是很难看清楚他们是用什么把椅子钉在地上的。这色差和对比度调过了吗？没有，只是清晰化了原图影像而已。哎，你看这儿是不是显得更亮一点？啊，如果人质背后这个窗户是西南朝向的话，这不可能会更亮。那您的意思是拍摄角度的一侧也有一扇窗户？对，而且这扇窗户应该还挺大的。有没有可能是门、走廊或者是阳台什么的？听不懂我说话，我不说是窗户吗？你们家门上有窗户，而且这个房子是肯定要拆迁的。如果按照这个户型，我们大胆的推测的话，这应该是个老式的塔楼。哦。哎，老关，你觉得呢？嗨，技术队筛选小区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已经跑了1宿了，北部方向地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其他3个方向还在筛查中。师姐呢，已经带着结果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行，安排至少4个探子都带着枪啊。好，老丫头给我叫起来。哦。大爷，醒醒嘿！最快多长时间能出结果？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看你给那范围啊，300多个交通监控探头，距离还都那么远，就1辆没牌照的面包车。那我这不等同于大海捞针吗？你再说了，那入侵交通监控系统那是违法犯罪。那哥们偶尔仗义1次2次得了，你不能总是没完没了的在那逼良为娼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现在这心情我是能理解的，就是我还是认为啊，办案抓贼这样的事儿，你不如你哥。咱与其这样没完没了的就无头苍蝇似的乱晃，咱反倒不如把这宝子压到这个专业人士身上。
这即将拆迁，而且是塔楼设计的，就这仨小区。对，有这3个小区的那个平面设计图和户型图吗？都在这儿呢。天方小区，啊，9号楼和13号楼都有可能。小子，拿着图纸跟我去天方小区。走，法官，我先去啊，走。关老师，哎呦嘿嘿，看着。周队，关老师，那边快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啊！老关，人命关天，我得先走了。调停和解的事儿，你先帮个忙啊。走。关队，哎，关队，正好找你有个事儿。你还说我弟弟连累了你？他们要绑的是你儿子，要不是你儿子让我弟弟去开他的车，我弟弟怎么会被绑？你儿子昨天晚上还在酒吧快活，我弟弟呢？啊，我弟弟呢？我弟弟呢？你疯了！胡说八道！来，快点，你来的正好啊！我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来帮忙的吗？哎，我凭什么受这气呀？来，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别动气，来坐。哎，不坐。副总，您现在呢只需要踏踏实实配合好我们的工作。您仔细想想，不管这人质最后解救不解救得出来，活是我们干的，雷是我们扛的，但最后的称颂是落在你的身上的。对你来说，这是有利无害的事儿。表扬这东西嘛，又不能当饭吃。你以为我在乎这？我跟你这么说。现在是我在跟你说，你是搞房地产的吧？相信你在地产业能走到今天的地步，也是经历了不少挫折。那是。而我们呢，有经济队，是专门调查那些爆发的公民之前的蹉跎岁月。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威胁我吗？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向你介绍我们的一种工作方式。你想想，如果因为你的不配合，导致了这个孩子最后被撕票，或者出现类似的恶果，无论经济队对你感不感兴趣，但媒体会把这个孩子的死归咎在你的头上。到那个时候，你跟你的产业就是众矢之的，这才是威胁。是网络不好。接电话，别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哎，喂，钱准备好了吗？啊，那钱筹到一半了，还短那个270多万。不过啊，我今天从那个深沪股市啊，我套现了140万现金，这笔钱呢，明天中午就能到账。你能多理解，这2年的房地产生意啊，它又不那么景气，我的现金流啊时断时续的。但是你放心，为了我儿子安全，我就是卖车卖房也给你顶上。不过这变现，它不也需要点时间吗？对吧？哎，你当我说话是放屁吗？哪敢呢？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报警了！不能够，我发誓，好吗？哎，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不是那，他又挂了，他是不是知道我已经报警了呢？电话里说什么？小波怎么办？他们是不是知道报警了？我怎么办？放心，不会的。绑匪应该是在诈我们。如果他们知道警方介入的话，也不会在谈话的中后段提出这些，更不会继续用这种交涉的方式。对于绑匪来说，最重要的是赎金。在这之前，杀人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车辆关闭警报器。抵达之后，我们首先要寻找案发当晚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有没有绑匪、人质，还有那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出入和停靠的画面。师傅，咱们让那个小区物业或者楼管提供这个住房信息，会不会更快一些？或者是查电表？查电表？对呀，你想，假如呢这帮绑匪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来囚禁这个人质，他们用的这个水电天然气肯定是极少，甚至是根本就不用，而且这些仪表设备基本都是在楼道里头，只要咱们动静小点儿，没人发现啊。有点意思，有长进。给你学的。查电表，有点意思。把鞋穿上。
班长，有条信。把这个网址复制到电脑上，然后拿模拟软件打开一下，防止绑匪设置了强制的监听监控陷阱。关队，链接安全，是 YouTube 的一个视频地址。要不要先带人质的姐姐出去一下？不用了，这样反倒会让人质家属精神更紧张。转过来，放过来。让我看，让我看你放了！怎么办？怎么办？哎，您好，您好，您是物业张经理吧？哪楼啊，咱？喂，老关，我这边出了点状况，刚才绑匪发来视频，把人质左手的小手指切断了，看来是对咱们筹款慢的一个警告。我操，就他妈差这会儿功夫。你那边一定要抓紧时间，务必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过早暴露。这2名绑匪具备相当成熟的犯罪经验，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很凶残。好，我知道了，是吧？就那个，这赶紧的，走。关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救救小波，你救救小波，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没有他，我怎么活？哎，人弟，赶紧起来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你冷静好不好？先别哭。你听我说，人弟，先起来，听我说。你听我说吧，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绑匪打来的，我去跟他谈。啊，你这么一哭不就暴露了吗？你冷静点，别急。这，接电话。再拖延，就不只是一根手指了。不是，你们怎么是这么干呢？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正在给你筹钱吗？最后的时限，今晚12点，按我之前的要求准备好钱，我会通知你交钱的地点。好，好，没问题。今晚12点，500万。喂，又挂了。喂，你那边什么情况？找到了，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里，那辆无牌照的面包车确实来过这里。602这一家2个月前就搬走了，然后紧接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租了进来。租进来之后呢，他也没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这儿。那赶紧叫特警部队增援。来不及了，我们准备突进去，你让队里帮忙联系吧。拜托你了，一定要成功。好，就这样啊。把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把对讲都关了啊。屋子里至少有2名绑匪和人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证人质的安全。如果绑匪反抗了，不用喊，当场击毙。王老师，喝点水吧。关老师，怎么了？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
你好，吴爷，有人吗？现在外边这么阴，这绑匪视频里的窗户为什么会有阳光呢？周迅，你听我说，不要往里闯，这是个陷阱。你说什么？你敲门了吗？敲了，没人开啊。这就对了，绑匪传来的视频上传时间应该是在20分钟以前，我估计不是今天拍的。如果没有人应门，也许是绑匪设置的防卫机制的一个陷阱。陷阱？不是，人质呢？如果这真是个陷阱的话，人质恐怕已经被转移了。队长，解除了。收到，周队已经解除了。啊，好，干脆，谢谢啊。查个窗户费那么大劲，这东西在哪儿呢？就这个，算是小伎俩，不过这确实不是一般毛贼能够想到的。绑匪在门口设置的一根半线，如果把门推开，半线就会触发那个开关。开关就会触发那个高频信号发射装置，只有接收终端的一方，就会得知有人进来了。那这玩意儿的覆盖范围是多少？你们不是有技术队吗？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呢？周队啊，您看看这个来。真他妈狠！一定要想办法破解那个高强度信号的发射装置。一旦找到接收方，我们就可以定位到绑匪甚至人质的位置。现在离绑匪要求的时间还有9个小时，抓紧。方老师，您不一起去现场啊？绑匪随时会打来电话的，我得留下来稳住人质还有郭西霞。关队。算了，回头再说吧。你去会议室等我吧。周队，啊，我刚从小区监控里发现啊，在凌晨1点37分左右，2名绑匪带着人质离开了。画面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出任博的状态不是很好。他被蒙着眼睛、捂着嘴，还遭到绑架，可能也是因为失去了一根手指头吧。我看他连正常行走的状态都很困难，是被绑匪架着出去的。那车辆有什么特征？啊，是一辆深红色的尼桑。技术队那个处理之后啊，还原了车牌，车牌是港记的啊。我们还发现车主了，车主叫王文蔚，对，王文蔚，52岁，住在青山区，然后自营一家小超市。那试着查查车主，啊，咱别打草惊蛇，必要的话让交管队的朋友们给那个协助一下。好嘞，行了，嗯。技术队怎么还不到呢？啊，麻溜儿的。是于松堂的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在做安藤尸检复核的时候发现的。是正常的浮肿，还是因为腐烂造成的皮下气压增加？积水。对，这个所谓的安藤右膝关节有严重的慢性骨骼和软组织损伤，导致膝盖和半月板位置出现大量的积液。你可以观察一下上面的针孔，他活着的时候有定期向外抽出积液的治疗习惯。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不是我觉得，你摸摸他的膝盖骨。
确切的说，是有3处1×1厘米左右的圆形愈合增生。说起来，这大哥还经常膝盖中箭啊。演习弹。从我经历的类似案例来看，和遭到橡皮子弹创伤后的愈合状态非常相像。能确定他造成创伤的时间吗？需要做骨质切片，不过摸起来应该至少是4、5年以前形成的。确认一下准确时间。如果是在训练或者演习当中被橡皮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痕，那我们就能确认，他很可能曾经是个军人，或者是名警察。哎，小赵，怎么样？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半截手指，所以还没有拿到人波的 DNA 检样。不过通过血型来看，跟人波应该是一致的。那个玩意儿，哦，这是一个高频信号装置，辐射的范围应该是3公里左右的半径。也就是说，如果绑匪想要接收到它的信号，必须待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检测到这个装置的位置，应该就可以找到绑匪的位置。那岂不成千上万啊？连倒车雷达都是。不是的，绝大多数生活中的装置呢，基本都是低频，甚至是不加密格式的。比如说倒车雷达、遥控器、对讲机，像这样的高频频道本来入侵就是违法的，何况是在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区，这样的高频装置并不多见。那赶紧的，赶紧的。打过电话了，设备正在来的路上。哦，喂，喂，对，哎，车主王薇薇找拿瓶水啊。喂喂，不是，你说你的，听着呢啊。他说他的车啊，在1周前被他外甥刘岩借走了，然后这刘岩是外来打工的，在京港没有什么固定工作。这人啊，27岁，有过一次抢劫未遂的前科，目前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这个王文蔚呢，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说他手机一直处于什么关机状态。行，那这个叫刘岩的这个能查多少尽量查啊，通知家里面的外勤再调2组人，别穿制服，不许开警车。到那个现场周围路段去搜索，好吧？好嘞。喂，你斟酌考虑一下，用这些进展能不能稳住人质家属？我知道了，你们继续保持谨慎，绑匪应该不止这一种反制措施。怎么样了？虽然这次没能救出小波，但是我们摆脱了绑匪的圈套。绑匪应该不知道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而且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我们已经确定了其中1名绑匪的身份，应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确定他的位置。是不是只要找到他，小波就能回来了？应该是。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要相信公安的办案水平。喂，我能畅所欲言吗？你说吧。杰瑞从我这儿跑了，拦不住他。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我知道了，以后说话别这么卡通了。我告诉过你，我这个手机现在很安全。好吧。我有电话进来，先不跟你说了。喂，咱们今天能不能提前交接？你听我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在追踪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随时要面对临时应变的情况，你干不来的。如果现在交接的话，先不说穿帮不穿帮，对寻找人质也是不利的，你说呢？你放心吧，我会把追查到的线索都汇总给你，等交接的时候，你就可以全力的实施抓捕了。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现在能做的，最好就是回到交接的地点，或者先把自己藏起来，好吗？那拜托了，交接的时候再联系。万老师，车找到了。2组跟得太近了，再跟就该醒了，抽去，换4组跟。
各组注意，车上只能看见一个人，绑匪和人质很可能已经分离。在确保人质安全之前，绝对不能暴露。技术队一旦确认信号接收装置和监控车辆重合，立刻汇报。如果这是绑匪的另一层反制措施的话，那么这个留言会不会定时和挟持人质的绑匪进行安全通讯呢？越是这样，越不能轻举妄动，因为一旦中断绑匪之间定时的安全通讯，有可能会危及到人质的生命。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真的存在某种定时联络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定位他们的通讯信号来确定另一名绑匪的位置？1000多万人的一个城市，无论流言开到哪儿，他身边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号。现在的科技还不足以能够把一个人定位在几米的范围里。那怎么办啊？我们真的只能等到他们会合？现在通过绑匪一贯的表现，能看出他们所采取的是赎金和人质分离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拿到赎金之前，很可能不会碰头。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郭总，啊？叶方舟。你终于肯见我了。找我有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对面咖啡厅坐一坐吧。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忙。以前我在这上班的时候，也总跟你说我现在很忙。那个时候你就在对面咖啡厅等我。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呀？是啊，过去这么久了，我希望我们都能看开一些。当初的事儿也不怨你爸，毕竟他是支队长嘛，他也有他的顾虑。看开些，你是想让我对你看开些，还是对我爸看开些？喂，周队，我在。好，我和关老师说一声，我现在就过去。不好意思啊，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叶方舟，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关老师，周队让我和增援探组一起去现场轮换，去跟踪绑匪。陈弟，你可以多留一会儿，了解情况。我还在这儿干嘛？继续求那个姓郭的是吗？如果你们还认为他会大发善心的话，我就只能在这儿给我弟弟收尸了。郭西湘已经在很努力地配合解救人质的工作了，垫付赎金不是他应尽的义务。你应该知道，这么短的时间筹划这么多钱是件很难的事情。关队长，原来你真的还是只会听那些有钱人的人说话是吗？如果你们命令他必须垫付这笔赎金的话，他敢说不吗？你听我说，陈迪，我跟他提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们支队是没有任何资格向一个普通公民要求垫付赎金这种事情的。他是不是富人，这个不重要。我们是警察，我们要守法。你不要再解释了，我算是白认识你。都好几个小时了，
这孙子围着这条线绕了800多圈，要我说直接给人家掐下来，把嫌疑人审出来不就完了吗？啊？这可不行，因为通讯一旦中断以后，另一名绑匪就会撕票，这种结果是咱们和家属都不能承受的。那我们就继续傻了吧唧的看他在这转圈是吧？啊，就没别的办法了吗？还是等他们再跟我们联络之后吧。然后去定位另一个手机号码，对吧？老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再不争分夺秒的话，那绑匪再来电话的话，可以谎称我们已经把赎金准备好了，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们交接的方式，这样也可以再多争取一点时间。行了，行了，行了啊，赶紧准备钱吧，别一天到晚谎称了。到哪儿了？周迅这几天跟我杠上了，他现在破案心切，我担心会出岔子，你尽量稳住他。另外记住，时间是关键，一旦确定了对方手机的位置，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实施营救，所以一定要让特警处于备勤状态。如果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随时联系我。哪儿？听我爸说，警察那边一直都有进展。你也别乱想了，你看这给熬的。是不是如果当初我跟了你，你爸就会出钱救小波？你这都说了如果嘛，你这突然间500万现金，你这就算是我爸他也得。你现在多休息，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别把自己熬坏了啊。你说的对，还有2个小时就要演出了，我是该休息。你知道哪有酒店吗？我给你安排。我都快忙翻天了，你不帮忙也别添乱。什么事儿不能等案子完了以后再说啊？叶方舟，人是我查的，事是我办的，没错。这解职的意见上还有你签的名。这么严重的问题，没让检察院直接给他带走，已经够给面子了。解职的决定是正确的，怎么了？不是决定正确与否。安藤和你弟弟曾经在一个夜总会里见过面，跟安藤接触了一共有3个人，其中1个人很可能是他。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难道你认为当初我跟他很熟？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弟弟有没有什么途径可能认识叶方舟？你看过夜总会的监控视频啊？你亲眼看见我弟弟跟叶方舟勾肩搭背了？等一下。安藤和你弟弟毕竟存在某种关系，而安藤呢，和叶方舟显然是一伙的。你好好想想，
这背后牵扯的很可能不只是一家5口人的生命。没错，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关联就是安藤作证说我弟弟杀了那一家5口。你怎么知道安藤为你弟弟的案子举过证啊？当然是看过案卷的人告诉我的。谢谢。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你好，先生，您的茶水请慢用。来，先喝点水，解解酒。刚才服务员说没房了，看看能不能腾个大床房，我再去看看。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换一家。我都跟你解释那么半天了，你就不能说句话吗？啊？关队，从这切片来看的话，这个创伤至少是6年前形成的。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好不好？啊，别生气了啊！你生气对孩子不好。关浩宇，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决定不生这个孩子了。你有想找哪个自己人就找哪个自己人去啊，你去吧。不是，我说姑奶奶，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我跟人家之间真的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啊？没发生什么是你哥发生的。啊？是吗？哎，那有可能吧？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你还别说啊，我觉得这俩挺行了，关浩宇，真是一层窗户纸啊。不知道的时候怎么看你俩都是同一个人，自从知道以后一眼就能区分你俩。所以说你们俩还是祷告这事儿别被周巡发现啊。小了，不生气就好，生气都不好，伤身体。别得寸进尺啊，我没说原谅你呢。什么没原谅？等会儿啊，接吧。接就接。喂，方队长，告诉郭西厢，12点之前准备500万，把小波赎回来。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不可能让郭西厢垫付赎金的，而且支队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干。喂。我说你疯了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现在人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
告诉洛西乡，小博要是有事儿，我让他儿子陪葬。任妮，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能够找到绑匪，救出你弟弟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到绑匪，也可以找到你。你别胡来行不行？啊！我的要求你们已经听到了，只要小波没事儿，我会带着郭鹏去自首的。在这之前，你们别想找到我。对了，关队长，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跟你在一起这2天，我还真是受教了。喂。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2个世界。你永远不懂多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2个世界。你永远不懂多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2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